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哦，就是帮我们的大脑保健观念来一次大升级。很多人可能都听过一本经典的书，但现在呢，我们要来看看怎么打造一个更平衡、更精准的大脑保护策略。我们就叫它 V2.0 蓝图吧。我相信很多注重健康的朋友一定都听过《谷物大脑》这本书，对吧？当年它真的带来了一场革命。不过问题来了，你看，科学一天到晚都在进步，那这本书它还会是我们保护大脑健康的唯一圣经吗？值得想一下。没错，科学已经进化了，所以这也代表我们的观念是时候该来一次升级了。OK， 那今天我们就来深入聊聊我们的目的哦，不是要去推翻以前的说法，完全不是，而是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用最新的科学证据，帮我们的大脑这个作业系统做一次非常关键的更新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升级路径图。我们会先从谷物大脑最核心的观点开始看，然后聊聊它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。接着我们会看看怎么把新的观念整合进来。最后呢，帮大家打造一个专属于你自己的 V2.0 智能蓝图。好的，那我们就从第一部分开始。首先我们一定要先肯定一下这个 V1.0 版本的贡献，它真的非常巨大。可以说，它建立了一个超级重要，而且到今天都还站得住脚的基础。这个基础原则是什么呢？就是慢性发炎是很多神经退化疾病，像是阿兹海默症的根源。这就是谷物大脑最核心的论点。那是谁在背后搞鬼呢？最大的推手就是高血糖还有胰岛素阻抗。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到今天为止，这依然是我们所有策略的基石。所以你看 V1.0 的策略其实非常清楚，非常黑白分明，基本上就是一份不准吃的清单跟一份一定要吃的清单。简单讲，就是把所有的糖还有大部分的谷物都严格限制住，然后呢，要你大量吃健康的脂肪，特别是 Omega-3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升级之前的 1.0 版本。好，接下来就有趣了，剧情出现了一个超级大的转折。当科学家把眼光放到全世界那些活得最久、最健康的人身上时，发现他们的饮食习惯好像跟 V.0 的严格规定有点不太一样哦，甚至是提出了挑战。这些地方就被叫做蓝色区，英文是 Blue Zones。他们可以说是全世界科学家研究怎么健康变老的圣地。为什么？因为住在这里的人不只是活得久而已哦，他们到老的时候还是活力满满，而且得到失智症的比例是低到不行。那我们就来偷看一下这些百岁人瑞的餐盘上都吃些什么。最让人惊讶的真相来了，他们的餐盘上竟然充满了在 V1.0 规则里面被当作红色警戒的食物，像是大量的豆类啦、整颗的玉米啦，甚至还有传统的酸种面包。哇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 OK， 这个看起来好像很矛盾的现象，其实就是我们这一次要升级到 V2.0 最关键的地方。重点来咯，关键点已经不是碳水化合物的量有多少，而是它的品质好不好。你看这个对比就非常清楚了。V1 点的看法是，所有的碳水，包括全谷物，都可能是潜在的威胁。可是呢，蓝色区域的证据却明明白白告诉我们，那些富含纤维、保持原始样貌的碳水化合物，反而是帮助我们长寿健康的超级好朋友。所以这就带出了一个全新的核心法则。来，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 V2.0 的核心法则：拒绝面粉，拥抱原态谷物。这句话太重要了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真正的敌人根本不是小麦或玉米本身，而是把它们磨成细细的面粉这种过度加工的过程。只有保留完整纤维结构的食物才是安全的。那为什么要吃原态的谷物呢？很简单，因为里面满满的纤维，刚好就是我们肠道里面那些好菌的超级食物了。你想想看，你把这些好菌喂得饱饱的，他们就会很开心的帮你调节免疫力、稳定情绪。所以说，快乐的肠道就等于快乐的大脑。这个就是所谓的肠道大脑轴线的运作原理，也是我们 V2.0 策略里面非常关键的一环。好，聊完了碳水，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一个更精密、更个人化的层次了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每个人的基因、身体反应都不太一样嘛，所以一套方法不可能适用于所有人。
在这里，我们就必须认识一个关键的名词，叫做 APOE4 基因。这是一种遗传变异。如果你刚好是携带者，那你要特别注意，因为你身体代谢脂肪的方式，特别是饱和脂肪，会跟一般人很不一样。而这个不同会直接影响到你未来得到阿兹海默症的风险。所以这就带出了我们 V2.0 版本里面一个非常精准的脂肪策略，分成2条路哦。第一，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，适量吃一点草渍奶油、椰子油这类的饱和脂肪其实是安全的，可以当做大脑的能量。但是第2条路，如果你是 APO4 的携带者，那你的最佳策略就完全不同了。你会需要严格限制饱和脂肪，然后把重点放在橄榄油、坚果、酪梨这些单元不饱和脂肪上面。你看，这就是个人化医学的威力。那蛋白质呢？蓝色区域的长辈们也给了我们很棒的启示。他们的饮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色，就是植物倾向。也就是说，蛋白质主要都是从豆类、坚果还有鱼类来的，比较少吃红肉。这为什么很重要？因为研究发现，太多的动物蛋白会过度启动我们身体里一个叫做 mTR 的生长开关。你想，这个开关如果一直开着，虽然可以长肌肉，但同时也会加速细胞老化。而植物倾向的饮食就可以很巧妙地去平衡它，帮助我们延缓老化。好 ，V200 蓝图不只是跟你说要吃什么而已哦，它更关心的是我们要怎么去训练我们的身体，让它变成一个效率更高、更有弹性的一个动态系统。我们的终极目标就是要达到所谓的代谢灵活性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我们的身体就像一辆油电混合车，可以很轻松的在烧碳水当燃料跟烧脂肪当燃料这2种模式之间自由切换。哇，这个能力对我们的大脑来说，简直就是一种超级能力。那要怎么达到这个目标呢？我们手上有几个超级强大的工具。第一个就是间歇性断食。它可以启动我们身体的细胞自噬，这就像是身体内建的一个资源回收系统，把老旧的细胞清掉，等于是帮大脑来自深度大扫除。再来是运动，它就像一个基因开关，可以直接打开，让我们长出新的脑细胞。最后，当然还有优质的睡眠，这绝对是我们大脑清除一天下来那些代谢废物的关键排毒时间，非常非常重要。OK， 综合我们刚刚聊的这一切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升级之后的这个 V2.0 智能蓝图，也就是我们大脑的升级版作业系统，跟传统的 V1.0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？哇，这一张图表可以说把整个升级的核心都总结起来了。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哦。首先，碳水化合物，我们从以前的极低碳不吃谷物，升级成要吃豆类、原态谷物这些优质的复杂碳水。再来脂肪，我们从以前强调高饱和脂肪，升级成以单元不饱和脂肪为主，而且还要看你有没有 APOE4 基因来做个人化的调整。蛋白质呢，也从动物蛋白为主，升级到更有利于长寿的植物倾向饮食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的核心目标也整个升级了，不再只是单纯追求生酮，而是要打造一个抗发炎加上肠道健康，再加上代谢灵活3位一体的一个全方位的保护系统。所以最后，我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来思考一下：我们的健康，它其实不是一本写死的说明书，对吧？它更像是一个动态的系统，需要我们根据最新的科学，不断的去更新、去升级。那听完我们今天的分析，你准备好为自己的大脑进行这一次 V2.0 的升级了吗？